夏儿确实厉害，他教了我很多。你不觉得他这么做是在故意挑拨咱们俩之间的关系吗？你是这么想的呀？我还以为你会为我高兴呢。高兴？你以前总是会跟我说，希望我靠自己，靠自己赚钱，靠自己生活。现在确实是往这个方向走的。这倒真是。少华，以前是我在依赖你，但是现在我可以挑战你了，这难道不是好事吗？阿宁，对不起啊，是我狭隘了。虽然你这么做，我确实是很难受，但是看到现在这样的你，我也是真的为你开心。太好了。不过说真的，我现在是真的高兴。以前我挺不理解的，你们为什么一谈到生意，就会有两眼放光的样子？但是现在我上手了，我才发现，我来感觉了，真的太快乐了。那种感觉啊，是什么都不能替代的。说得对。另外，我给提醒你，我之前呢是轻敌了，所以才被你打得措手不及。但从今天开始，我可要大开杀戒了。放手来吧，只有全力以赴，才是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还有，咱俩可先说好了，不管这一战的结局如何，都不能破坏咱们俩之间的感情。当然，因为生意是生意，感情是感情。我们可以请高彤在每卖出一份报纸的同时，再附赠一份广告单。那每份广告单呢，我们复仇1文，这样不仅能增加报童的收入，还可以打响我们万灵丹的名头。这可比直接做广告省钱多了，而且效果也更好。那给国药铺的返点和账期，要不要比这玉书丸做调整？与其让利给国药铺，不如让利给顾客。怎么让？凡是万灵丹的老顾客，再次购买时可以凭1个空瓶抵扣1成折扣，那2个空瓶呢就是2成，以此类推，10个空瓶就可以再得到1瓶新的万灵丹。此外，每个老顾客介绍新顾客购买万灵丹时，也可以再次获得1瓶新的万灵丹。这样一来，老顾客就不会轻易流失，新顾客也能源源不断了。我算过账，同样是卖100瓶，对国药铺来说，玉书丸的收益呢是超过万灵丹的，但是销售达到1000瓶时，对国药铺来说，万灵丹的收益就是玉书丸的5倍。所以说，再优厚的返点和账期，都不如直接飞升的销量更让国药铺老板动心。可是这个法子虽然好，但是学起来也很快。我敢打赌，1个月之后，菊景堂也会效仿。不怕效仿，这个法子必须要依托药品的功效才会有效果。就算菊景堂学了去，但是他们的玉书丸效果无法支撑，学了也是白学。对于万灵丹的功效，我一直都很有信心。对，所以接下来硬仗来了。目前呢，有80多家国药铺跟白小姐签订了排他协议，但是还有300多家的国药铺的大门向我们敞开。所以接下来的1周特别的重要，我们要走访这300多家国药铺，送样品、宣讲功效，还有介绍政策。公司的所有人呢，2人1组，按区域划分。那接下来这1个月是至关重要的，我们如果不能突破菊景堂的围剿，就会彻底出局。对，你有1个人，你只要把他拿下，对付楚少华将事半功倍。目前来看，靠我们自己的力量，依然无法和菊景堂抗衡。我们必须寻求新的合作伙伴。那我们找谁合作呢？是时候放下过去的恩怨。姐，你可能不知道，那个人现在已经不怎么做国药生意了。除了1家总店之外，其余的分店都改成了贸易行，主要销售一些布匹、医疗器械、食盐、煤油，还有土特产等等。我说的不是他。看来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咱俩可先说好了，一会儿不管谁先见到了田大少，可都不能无中生有的诋毁对方啊。田老板愿意见谁，不愿意见谁，还不知道呢。楚小姐、白小姐，田总请你们去他办公室。请。请。哎呀，让我看看，今天都是谁到我这儿来求我了？田老板，
大哥，嘿，别，我受不起。咱们两个身份地位啊，差得太远啊，你不配。哎呀，我这不是跟着童心一起叫的吗？我这个人呐，这辈子最讨厌的有，就当是2个吧，一个是你，一个就是你。你呢，嘿嘿，明明是个野山鸡，你非要攀龙附凤干什么呀？你阴险狡诈，总是在那儿算计我。哎，就凭你们2个，平心而论，要说跟你们合作，门儿都没有啊！哎呀，大哥，咱们干嘛跟钱过不去呢？哎，说得对，我是生意人嘛，生意人不和钱过不去，对吧？所以现在我给你们2个一个机会，开始哄我，啊，谁把我哄开心了，我就跟谁合作，哄我吧，来来。大哥，那你先看看这个，我们的价格、账期、返点，全部都在里面，前所未有的优厚。你看，你只要看完了，我保证你开心。该你了，哎，哄我呀，我为什么要哄你啊？我一开始来了就跟您说了，我是来帮你的，田老板，我能够让你们田氏药号收入翻番，也能让你找到田氏药号曾经的荣光。不过不好意思，我们万灵丹呢，没有返点，也不降价，也没有什么账期，我们唯一能够保证的，就是合作共赢。大哥，刚才给你开出的那所有的条件，还可以再商量。哎呀，人家楚小姐可是让渡了万灵丹的权益给我的。预说完也可以，楚小姐足足让了1成呢。我们1成半。 1成半呢？田老板，我看你不是想做生意，你只是想看我跟白小姐怎么互相厮杀。你说对了。想当初，你们用了所有的阴谋诡计呀，搞得我也就只有那么一点点的小狼狈吧。但是无论如何，现在能够看到你们狗咬狗，我开心的很呢。我现在，你少华，你干什么你？ 你举景堂的财力，我想，白小姐就算是亏本，也一定会拿出让你满意的合作条件，但是她绝对不会拿出这样的药效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天下还真有这样的药。1成5，我选你。 我绝不讲价，虽然你很讨人嫌，但是你不是个笨蛋。我相信你绝对会选择能给你带来最大财富的那个合作伙伴，而不是最省钱的方案。还有，现在日本人这么欺负我们，我不想内斗，所以我宁可自残，我也不和白小姐互相厮杀。我宁可退出这次合作，我也不会和白小姐打价格战的。 田大少不仅答应了楚韶华所有的条件，还额外注资成为了韶华制药的股东。是。楚韶华这回算是在上海站稳脚跟了。对不起啊，我没能完成你交给我的任务。说说吧，这次输在哪儿？ 进门的时候，我把自己的姿态摆得太低了。虽然让田大少出了气，但也让他看清了我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田大少的生气，也许是种谈判技巧？你的意思是，我把谈判的重点弄错了？
而楚韶华选对了方向。我觉得我这次输了，最关键的原因，就是御书丸的效果，真的不如万灵丹。不对，这跟药效没关系，是因为你不够狠。真正厉害的人，是对自己都下得去狠手的人。你看看楚韶华，为了对付你，对自己下多大的狠手。亏得你当初还想让两种药在市场上共存。下次再跟楚韶华较量，知道该怎么做了吧？楚小姐，哎，刚才田氏药号打电话过来，说他们又断货了。啊，让小童跟药厂联系。哎，好。楚小姐，楚小姐，新招的人您什么时候面试啊？周3吧。好的。楚小姐，哎，印刷厂那边又说要延迟交货。那就再找一家吧。好嘞。小华，沈部长，沈部长，其实啊，您不用排队的，您来了跟店里人说一声就行。我是故意不让你店里的人知道我是谁，就是想来看看你们真实的销售情况。让您见笑了，是让我大长见识了。没想到一款国药竟能火成这个样子。那沈部长，您今天不会是来买药的吧？我今天来呢，是以永兴百货副司理的身份，来跟你谈合作的。合作？对，把你的万灵丹拿到永兴百货来卖吧。可是永兴百货不是只销售进口产品吗？以前的确是，可是你的万灵丹啊，实在太火了，搞得我们类似的进口药根本就卖不出去。为了保住营业额，我决定啊，在我们永兴百货设立一个国药柜台，而万灵丹就是国药柜台的主打产品。大家可以随便看看，今天全场8折。沈部长，沈司理啊，有记者要采访你啊，那我先过去一下啊，您先忙。你们这儿的万灵丹和陈春堂的是一样的吗？您放心，都是同一家的。而且您看我们这包装都是韶华制药厂出的。为什么你们这儿便宜这么多呢？我们国药柜台今天刚刚开业，大酬宾，所以8折。那给我来5盒。那也给我来5盒，一直都是8折，就今天1天。那我也5盒囤着。哟，那你这5盒够吗？楚小姐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吧？李香颖，哎，你现在都升楼层部长了？侬以为我会嫁给哪个豪门当少奶奶是不是？没想到我会跟着沈司理一直做择业女性吧？你的确让我刮目相看。我还结婚了呢，是2个女儿的妈妈。恭喜你啊！不过，你家里让你出来工作？我嫁给我先生的条件之一啊，就是婚后要工作。但是又要工作，又要照顾家里，很累吧？有一点辛苦，但是呢，一旦享受过独立的味道啊，就再也无法忍受金丝雀的憋气了。李香颖，你真的很厉害，你又要兼顾家庭，做好妻子，又要照顾好孩子，做个好妈妈，还把事业做得这么好，真不容易。你厉害，你比我厉害。那你还是单身啊？那看来还是母赢了。哦，对，你赢了，你绝对赢了。那好，你再转转。好，你先忙。看什么呢？韶华最终还是实现了他的梦想。他只是运气好而已。如果有一天，我要能像他这么风光就好了。也会。
会有的。我可以吗？我总觉得我比韶华差很远。相信我，论天资、悟性，你一点都不比楚少华差。真的吗？他只不过比你多一张药方。如果万灵丹在你手上，你一定比他做得更棒。我真的可以吗？相信我。而且你记住，你有我，只要听我的，我可以给你你所要的一切。那楚慧，还有一个条件，针对你的。你说。他要是遇到什么难处，第一时间告诉我。你这房子不是刚置办吗？住得好好的，干嘛要卖呀？我这不是要办厂开店吗？还差点钱，谢谢。差多少？我给你。我可不能要你的钱。为什么呀？就你那经济我还不知道。春江花月被炸，把你那点积蓄都炸没了吧？就你那点钱，根本就不够我填补窟窿的，你还是自己留着吧。好吧。对了，你跟夏元怎么回事？我现在是他的秘书兼助理。仅仅是助理兼秘书？那当然不只是。他有家室。哎，男人嘛，有个3妻4妾，很正常。但你没必要自轻自贱。你会因为我是他的情人，就看不起我吗？我只是替你不值得吧？值不值得，我心里有数。二妞，我觉得啊，你放心吧，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，而且我一定能得到钱。可之前你说你是要靠自己挣钱呢。就是因为我要靠自己挣钱了，我才更要跟夏元在一起。我要跟他学习怎么做生意。哎，你学做生意，你跟着我不就得了？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。我都要拜师了，我当然得拜个大的。夏元做生意的时间比你长，拜你不如拜他。可我要提醒你啊，夏元是一个为了钱什么都不顾及的男人，我怕他给你带歪了。巧了，我也是一个为了钱可以什么都不顾及的女人。再说了，我都已经歪成这样了，他还能把我带得歪到哪儿去？二妞，你不觉得你这一次付出的代价，比以往任何一段感情都更大吗？我这一次得到的会比以往任何一段都要多。好，你们好，韶华，白小姐，我代表首源药妆菊锦堂董事长夏元先生，向池春堂药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韶华制药厂厂长楚韶华女士表示祝贺。我太高兴了，祝贺你，你终于梦想成真了，我真为你高兴。楚小姐，文老板让我来祝贺楚小姐新店开业、新厂开工。并祝生意兴隆，财源滚滚。小轩，谢谢你啊。不过这花篮，你还是拿回去吧。来，我与文氏大药房早就没有瓜葛，和你们老板呢也已经隔席分居了，
所以我无需他的恭贺，也不需要他的祝福，还是要辛苦你了，就把这花篮再拿回去吧，谢谢。楚小姐，带我们大家参观一下药厂吧。听说你这药厂是全上海最先进的，我们这次呀就是冲着这个来的嘛。是啊，对呀。药厂呢是一定会参观的，不过大家在这站了这么久了，肯定也渴了，先进去喝杯茶。好，谢谢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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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花篮都退回去了，是不是太绝情了？我和他已经无期了，我来绝情一说。谢谢。各位，我们韶华制药厂的理念呢是科学提炼改良国药，我们采用的是最新的机械提纯萃取专利，以中药稀释的方式重新加工国药。来，这边就是我们马上要上市的新品——中药浓缩丸万灵丹。机械提纯萃取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这个专业的问题就给请我们的总工程师陈辉先生来为大家作答，他也是这项专利的发明者。来，大家来跟我看这个设备。这个设备呢，它是由一个底座和多个加热容器构成的。哎，这些得不少钱吧？底座上呢设置了加工板、气缸，连设备带厂房，一共72万大洋。如果加上池春堂呢，80万左右。你也太阔了吧！本来是不够的，但那个人愿意出60万大洋回购我手上文氏大药房的股份，还有我那个房子，本来只值4万大洋，但竟然卖到了8万，正好凑够了我所有需要的钱。这60万大洋都是文之秋出的。难怪。什么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文之秋把文氏大药房在上海所有的分店都卖了，包括静安4路、湖北路，那些生意好的也都卖了，只留了一家总店。业内还奇怪呢，这回对上了，是为了筹钱买你的股份。全卖了。他自从跟你分开了以后啊，可干了好多奇怪的事儿呢。你说他把上海的店卖了吧，但他又在香港、汕头，还有三河坝开了分店。我还听说他想把分店开到大埠、永定、上杭、汀州，这不傻了吗？王老板，他不收。放着。随着季节变迁，快看那树叶落与我交接，如蹉跎的时间悄然翻篇，而我没能太理解，答案为何总是无言，在平凡的世界里走着。就的路，你我的痛都留给谁了？每一分的生活的周折，总是在自己中度过的一生，我的心却不可能也想我却已经对谁的。池春堂要主推万灵丹了，我听说韶华把补方重新调整了一下，还用上了机械提纯萃取工艺，药效更胜从前了。这楚韶华哪来的那么多钱开这么大一个药厂啊？是文之秋，文之秋高价回购了他手上的股权。我就知道，这个文之秋还是对楚韶华念有旧情啊。他送去的花篮，韶华都给他退回去了。这倒是楚韶华办的事儿，所以看来啊，楚韶华比文之秋能成事儿。那你觉得文之秋这次差在哪儿了？这次文之秋废了，他本来是个极聪明的人，他的药店也能挤进上海前3，就因为他跟楚韶华这段恋情，把自己弄得灰头土脸的，生意也垮得七七八八。哼，所以我告诉你，做生意绝对不能感情用事。文之秋就是前车之鉴。我记住了。是我下个月准备推出的新药
这次我打算把它全权交给你负责。你也跟了我有一段时间了，让我看看你学的怎么样。好，那我试试。试试，你今后的每一次出手，都要做到孤注一掷，不留退路。徒儿受教啦。而且我提醒你，他的直接对手就是万灵丹。那你的意思是要让我跟韶华对打？对啊。不行。你给我换个药让我试试。怎么了？你怕你打不过楚少华？不是，我是怕这样做影响了我跟韶华的感情。你看看，我刚教的你，不能感情用事，你又把两件事混为一谈了。但这人是韶华。我就这么跟你说，一旦遇到利益冲突，就算你留情面，楚韶华也绝对不会让着你。韶华不会的。不会？你看看他现在怎么对待文之秋，你就应该知道他将来会怎么对待你，啊？所以，生意是生意，感情是感情，在这一点上，你要好好跟楚少华学学。而且你知道吗，亲爱的，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金钱是最纯粹的，纯粹到不能容下任何杂念，包括感情。如果说你想得到很多很多的金钱，你就要放弃很多很多的情。如果换个人还好，真的是韶华的话，我还真怕自己打不过他。别怕，亲爱的，你想想，你背后是谁？是你，是守元药庄，是菊锦堂。对呀。所以，亲爱的，放手去拼啊！这才是你对对手最大的尊重。好，我干。怎么回事？我们的万灵丹最近遇到了一个强劲对手。什么？菊景堂新推出了一个玉舒丸，成分和万灵丹差不多，我们测试过了，功效比万灵丹差了很多，但是销量却是万灵丹的10倍。就这玩意儿，对我们的销量造成了极大影响。说说怎么做到的？他们定价比我们低，而且给各家药铺的返点和账期也很友好。如果就这2样，我们根本不怕和他们对打。但可恶的是，他们还重金相诱，跟许多药铺签订了排他协议，要卖玉舒丸就不能卖万灵丹。那夏老板怎么挣钱呢？他们就没打算挣钱，一心只想干死我们。据说，制定这个策略的不是夏元，是什么白小姐。来杯咖啡。白小姐，楚老板，那么着急找我，是有什么事儿？你的玉舒丸最近势头很猛啊。听说了。你行啊，这是准备要把我赶尽杀绝哈。谢谢。那倒真没有啊，这是我入职菊景堂以来交出的第1份成绩单，我只是有点用力过猛了而已。是夏元让你这么做的，也是我自己的意思。你就不怕你这么做会影响咱们俩之间的感情？刚开始我确实会有这种担心，但是后来我就明白了，感情是感情，生意是生意。这也是夏元教的。
出来聊两句吧。今天已经是第7天了，你们做家属的最好有个准备。你看这方子，得活用。同样的病症，但是年龄有别，男女有别，季节有别，地域有别，记住了？记住了，爷爷。哎。我打算用西方的药学理论对传统验方进行改造和提升。如果我们有西方药学理论及他们的制药技术，那肯定能够比从前更发扬光大。志强，万灵丹呢？是化瘀止血、活血止痛、解毒消肿、镇静开窍的神医。我按照爷爷的教导，把方子做了微调。我也按照你说的，在手腾讯改进了制作的工艺。我每一步都没有做错，为什么你还不醒来？你醒来吧，好吗？就算是为了万灵丹这个牌子，也为了不辜负我们这一路走来的研究。温志强，你不是说你想把温氏大药房做成上海第1的大药房吗？你要再这样躺着，别说第1了，连倒数第1你都做不成，甚至连温氏大药房的招牌都不复存在了。你要不甘心就快起来。这么多风雨，咱们俩都走过来了。大丈夫有仇必报，这日本人的血债咱们得讨回来。你不能就这么倒下了，你快起来，咱们还得找他们报仇去呢。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。你一定要逼我把这些话说出来，好吧？温志强，对不起，是我太愚钝了，直到看着你，可能永远都要离开我了，我才知道生命不能留你。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就算是你为了我，我失去的东西太多了，
结果我就嫁给你。让我歇会儿吧。不行啊，医生说了，必须要走够2000步才能休息。累了。你再坚持一下。哎，我不想坚持了。你要是不想坚持，那只能坐轮椅举行婚礼了。你忍心咱们婚礼留下遗憾？嗯，我什么时候要嫁给你啊？这手术是不是做的不成功啊？什么你嫁给我呀？是你娶我，我嫁给你。你求了吗？我求了，你也答应了。什么时候啊？你醒来了不就答应了吗？那不是你唤醒我的权宜之计吗？那可不是我权宜之计啊，那是我今生做的最慎重的决定。我要考虑一下。不用鼻子上脸。我给你时间啊，1个月的时间，你赶紧给我康复。台阶。国事艰难，他们打算一切从简了，但是仪式还是要有的。我是伴娘，也就是说年华月没了，要不然啊，婚宴肯定也是由我来操持的。终于还是忘了夏珠。我觉得，韶华重新开始了，夏初知道了，肯定会为他高兴的。现在唯一记得夏珠的，只有我了。时间真是快啊，这一晃眼，5年都过去了，韶华也该重新开始了。终于还是跟文之秋在一块儿了。我听说文之秋昏迷了整整10天呢，是韶华用万灵丹把他救回来的。万灵丹，真这么灵验？当然了，只是韶华他爹和他大哥拿着方子一直没有把药配出来而已。嗯，那真是可惜了。哎呀，您2位算是来对了。我们老板呀，以前是洋服店做经理的，那手艺顶呱呱，一定包您满意。那做一套西服需要多长时间啊？至少3个月。哟，这么久啊？哎，主要是等面料，我们这儿的面料可全都是进口的。您2位也是赶巧了，这南京政府刚刚跟日本人签订了停战协议，这通航啊刚刚恢复，要不然还真就是想要也没有啊。哎，你们这有没有现成的成衣啊？现成的，哎，您稍等，我帮您查一下。哎，还真就有一套。之前有位客人呢，一看要打仗就跑回欧洲去了，他身材倒是跟您相仿。您要是感兴趣的话，不如先试试这套。试试吧。哎，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楚小姐，哎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楚小姐，哎，要不要试一下这套旗袍？试一下吧，还没见你穿过红色的旗袍。是您的？您真是一点都没变呢。这是您的店吗？哦，对对，这个现在是我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您都当老板了，恭喜恭喜啊！谢谢，一盘小生意。之前您和夏先生的事，我后来也听说了。林先生。啊，是。看到你有现在的新生活，真的为你高兴。谢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挺有缘分的。林先生，我好像之前也见过。
是吗？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。夏先生，这是您的账单，请过目。好。先生您好，请问需要买点什么？我朋友。啊，好，那我去倒2杯茶。谢谢。啊。你到底是谁？是吧？我也觉得不合适。穆子如接令，前往共党据点执行清党任务，意外发现共党首要分子夏初之行踪，当机立断予以击毙。我不是冲着夏初去的，而且名单上根本就没有夏初的名字，是他自己跑过去的。那天就是他把夏先生叫走的。因病情凶险，无法亲身前来取药，烦请将前日预定之熟地、梨草、防风、当归交予来人。楚经理好。哎，你去哪了？二牛打电话找你几次了？哦，林处长又来给你母亲抓药了。这5、6年每月亲自来，你可真孝顺呢。文老板，小铃铛啊，不，林处长，怎么老人家身体还好吗？其他都还好，就是那头痛的老毛病啊，断不了根儿。好在吃你们家补脑丸，能痛得清些。行，我再拿2瓶给你啊。还是老药方。这2个带回去。谢谢文老板。喂，二牛，是我。哎呦，韶华，我都找你半天了，你婚礼宾客名单定了吗？我想问你件事儿啊。啊，你说。你还记得小铃铛吗？他妈妈到底得的是什么病啊？小铃铛。哦，他妈妈在他3岁的时候跳河自尽死了。你确定？哎，我当然确定了。你还记得吗？我以前演过一个跳河自尽的女人。她在电影院看的时候，哭得可伤心了。明白了。